姐在哪儿呢？我姐，她不过是一个死肥婆，还是个瞎的，怕什么？不过温志远这个老东西，怎么在床上躺了这么久还不死？是不是我们下的药量不够？管他呢，今天就是这个老东西的死期。爸，我拉着你的手呢，你能感觉到吗？爸，你放心，阿凯对我特别好，小静也懂事，现在公司的事他能帮不上忙，上周还跟我说签了个大合同。没事的，老婆，我一直都在。谢谢你，老公，不嫌弃我胖，还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。该死的老东西，终于死了吧？姐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和姐夫在，肯定会照顾好爸的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要照顾好自己身体啊。公司上还有一堆事情要处理，我和小静先去一下。好，老公，那你和小静先去忙公司的事情吧，这里有我照顾爸。爸，你别吓我呀，爸，别吓我呀，爸。爸，对不起，我眼睛看不见，连你最后难受的时候都不知道。要是哪天我多问一句，要是早点发现不对劲，你是不是就不会走了？老爸，你要撑住啊！爸爸在天有灵，也不想看到你这样。姐，你都哭了一天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身体会扛不住的。现在公司还需要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倒下。姐，我去给你拿点安神的东西。这安神香里有致幻成分，只要你闻了之后，就任我摆布了。姐，这是我突然找的安神香，专门治失眠和心绪不宁，你闻闻会舒服点儿。小静说的对，我不能倒下，毕竟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我有宝宝了。你说什么？老婆，你怀孕了？老婆，你怀孕了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姐，这可是爸爸在天之灵的慰藉呀。真的吗，老婆？我要当爸爸了。真的，老公，我们有宝宝了。这个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，他就是我夺权路上的绊脚石。温家的产业绝不能落到一个还没有出世的毛头小子手里。姐，你先休息一下，等你好点了，咱们再聊聊公司的事儿。老公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老婆，
我不小心把香炉碰到了。你干什么？这个时候还不对死肥婆下手？刚办完葬礼，他要是在这个时候昏迷不醒，把签字的事传出去，肯定会有人怀疑。先别急于一时，免得引火烧身。姐，你先坐沙发上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准备点营养品。姐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面包，你尝尝。你不是花生酱过敏吗？这次我看你怎么逃。小静，这上面是什么呀？我怎么闻着有点像花生酱？哎呀，姐，这怎么会是花生酱呢？你想多了，这是核桃酱，专门给你补脑子用的。你现在怀着孕，可得多补充营养啊。这个死肥婆，警惕心还挺高。这孩子必须没。姐，我昨天整理旧物，翻到了好多小时候的衣服，都是纯棉的，而且干净又舒服，正好可以给你肚子里的宝宝穿。那我跟你上去拿。好。快叫救护车！救救我的孩子！姐，你怎么样？看你这下怎么活？快让我看看，好像伤得很重，赶紧叫救护车！终于搞定这个死肥婆了。温氏集团终于是我们的了。哼！我的孩子！我的眼睛恢复了。我明明推得那么重，他怎么还没死？留着这个死肥婆，迟早是个祸患。我哪知道，楼梯那么高，命大。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他的孩子已经没了，精神肯定崩溃，翻不了什么大风浪。精神崩溃有什么用？他一天不死，温家的家产就轮不到我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一直爱着的人，居然想置我于死地！老婆，别太难过，孩子以后还会有的，先把身体治好最重要。姐，医生说这个是补气血的药，你刚刚失血孩子，可得好好补补身体。来，我喂你吃。这死肥婆上次吃芒果差点窒息，这次做成了药片，她肯定认不出来。等她吞下去，就再也醒不过来。我头好晕，好疼！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老公，我要回家，我害怕待在医院里。姐，你是不是能看到？不能说，说了，他们肯定会用更狠的办法杀我，我得装下去。
我看不到。老婆，你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吗？老婆，你真的什么都看不见？还是找个医生来看看吧。正好前2天说要做个感官联动测试，看看你的眼睛和手脚反应配不配合。不要，我不要做测试。上次我做康复测试，医生让我走直线，我膝盖摔的全是伤，我怕。就一次，老婆，让医生帮你看看，到底能不能魔物变形，不走，好不好？温小姐，我们做个简单测试，先摸木块，告诉我是圆还是方，再看卡片说颜色就行，不用紧张。姐，你以前总说圆的摸着顺溜，我摸不出来，好像是圆的。再看这张卡片，温小姐，能说出是什么颜色吗？我看不到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看样子眼睛确实还没有恢复，后续还需要好好治疗。太好了，真的是天助我也。老公，我要回家，我害怕待在这医院里。行吧，那我们就回家。这个药还没给死肥婆喂下。医院人多眼杂，等我们回家后，悄无声息地除掉它。老婆，换鞋。姐，我带你去换衣服。墙上的照片全都被换成了这对狗男女的合照。姐，我去帮你拿衣服。姐，你先换衣服，一会儿吃饭叫你。小静，这个衣服领口好像有些破了。姐，这个衣服的设计就是这样的，我特意给你买的。你先换吧，一会儿做好饭我叫你。原来这2年他们就是这么对我这个瞎子的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妹妹，好老公。姐，喝点汤补补身体吧，最近你也辛苦了。我的好妹妹，这是着急想置我于死地啊！老婆，小静她也是好意，喝了吧。姐，怎么了？这碗汤太烫，没拿稳就掉了，抱歉啊，小静，浪费你的心意了。老婆，没事，你先坐着等一会儿，我去收拾就好了。
看他的样子，像是恢复了。别着急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们还需要再测试一下。姐，我感觉你最近心情不佳，特意给你做了点甜的，吃点甜品，心情就好了。专门给我做的，是专门害我的吧？我倒要看看你准备耍什么花样。谢谢你，小静，最近你也辛苦了。姐，你先吃着，我先去把东西收拾了。姐，你吃完饭帮忙把碗送过来一下。温里，这一下你躲了，就证明你没想；你要是没躲，就去死吧。老公，怎么回事？橱柜的门没关好，碗掉下来了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可能是最近甜品吃的有点多了，反正就有些难受。死肥婆，还真是命大，这都不死。老公，我有些累了，我先回去休息。老婆，我扶你上楼。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回房间就好。你在这儿把这里收拾一下吧。我就说没恢复吧，别整天疑神疑鬼的。没恢复，他每次都能完美躲开我们的计划。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。我们再测试一下。苏静这个白眼狼，我爸师姐对他那么好，他居然就这样对待爸的遗像。走吧，老婆。来，姐，我扶你。对不起，爸，我一定为了你，为我们报仇的。小静，刚刚楼梯上是什么？差点绊倒我。楼梯间挂的画儿不小心掉了，我一会儿让人都撤掉，省得再绊倒你了。没反应，看来是我们想多了。当年知道他是温氏集团千金，所以随便设计了一个偶像剧的戏码，就让他死心塌地的。像他这种死肥婆蠢货，怎么可能对我们有所防备？设计，原来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。你说那个死肥婆，要是知道自己一直像一个小丑一样被我们耍得团团转，哭的得有多伤心啊！对不起，爸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任性，不该不听您的话，对不起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，活着才能报仇。下周我安排一下，带温里去做一个失明巩固治疗，用点特殊的药物，让他永远都看不见。
这样他就彻底成了废人，再也无法阻碍我们了。做得干净点，别留下痕迹。等他彻底失明之后，温家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。老公，老婆，我给你预约了全国最顶尖的眼科医生，明天就可以做手术治疗你的眼睛了。姐，这位医生可不好约啊，姐夫可是花了好大的价钱才约到的。姐夫，你确定都安排好了？放心，上上下下都安排好了。温里这个死肥婆绝对不可能活着走出来。温里今天死定了，我赢了。温里，你终究斗不过我。温里这个死肥婆绝对不可能活着走出来。温里今天死定了，我赢了。就盼着我在这手术台上断气。从前我带你们掏心掏肺，你们倒好，非要置我于死地，那咱们就走着瞧，看最后谁能笑到最后。都安排好了吗？死肥婆！白凯、苏静，你们欠我的，欠我未出世孩子的，欠我爸的，我都要一分一毫的讨回来。现在这么忍，是为了将来把你们踩在脚下。这笔账才刚刚开始。总算等到这一天了，温家的一切都是咱们的了。温家终于是我们的了，我们再也不用过那种仰人鼻息、掩人耳目的生活了。以后这别墅、这公司都是咱们的了。温里那个蠢货，到死都不知道是怎么算计的。急什么？我们要好好品尝胜利者的滋味，咱们以后的好日子还多着呢。这些都是他和温之远亲手烧的。以前我碰一下他都跟我急，现在我想砸就砸，想踩就踩。怎么，以前吃软饭的时候挺能忍，现在掌权了倒是不敢跟我一起砸了？还是说你根本就没那硬气？硬不硬，你马上就知道。谁这么不长眼？没看见这忙着呢吗？真扫兴。急什么？反正温里都已经没了，以后有的是时间跟你折腾。穿好衣服，我去看一下是谁。老婆，姐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以前……苏静，他为什么会出现？我怎么知道？老公，小静，我
我安排的手术失败了，我很难过，就出去散散心，没提前说，是不是吓到你们了？没有啊，老婆，我只是惊喜。看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，肯定吃了不少苦啊。苦？若不是你当初叫我死肥婆，我哪会逼自己瘦下来？现在倒着急心疼。凭什么他没死还能回来撒娇？我现在就把胸针给他戴上，到时候毒发了，也只能算过敏猝死。姐，你看这枚胸针好看吗？我前天逛街特意买的，给你戴正合适。老公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老婆，我是看你太累了，想让你多歇会儿。你刚做完手术，皮肤肯定很敏感，这个胸针是金属的，怕你过敏。过敏？不过是怕我死得太明显，不好交代罢了。老公，你真细心，我确实会金属过敏。小静，谢谢你的好意了。没事，姐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老婆，我扶你上楼休息吧。嗯。老婆，你休息一下，我出去给你倒碗水就回来。老公，你辛苦了。你刚才为什么拦着我？那枚胸针毒发快，我查不出来，直接弄死他不就完了吗？怎么，现在看到变瘦变美了，舍不得了？舍不得？我巴不得他现在就去死。戴胸针太过冒险，他要是死在客厅，警察一查就能查到。等过2天，我把2楼楼梯扶手的螺丝松一点，他走路看不见，一摔下去就成了意外失足，谁也查不到。还是姐夫想得周到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老公，老婆，怎么了？老公，你倒杯水怎么这么慢呀？我有点渴了。老婆，我现在就下楼去给你倒水，你再等一下。啊，温里的反应好奇怪啊，他是不是看到什么了？怎么可能？他眼睛又没好，怎么看见？他前段时间不是去做手术了吗？手术失败了，不是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手术失败，他应该就死了。可他现在好端端的站在这里，说明很可能手术成功了。没错，他能不能看到，我们再测试一下就知道了。
姐，喝点水吧。谢谢你，小静。啊，怎么了？什么东西摔碎了？啊，没事姐，就是个杯子，没伤到你吧？我收拾一下啊，姐。姐，我扶你在客厅走走吧，活动活动筋骨。好痛，我的脚扭住了。温里这个贱人怎么这么巧？小静，我的脚扭伤了，让你姐夫抱我上楼休息吧。老婆，我来抱你上楼休息。哎，姐，给你看下这个，宝宝的第一张照片，我特意找出来给你看看，也算是个念想。是宝宝的照片吗？可以给我摸摸吗？宝宝，妈妈对不起你，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。小静，扶我躺床上吧，我想自己待会儿。姐，你先躺着休息吧，我还有事没处理完，先去处理工作了。辛苦了，小静。我试探了他好多次，都没看出什么破绽，但我觉得他没这么简单。下次的计划一定要安排好，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。放心吧，都安排好了。这场伪装的游戏，我必须继续玩下去，直到把这两个凶手送进地狱。温氏终于到我们的手上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老公，小静，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。老公，小静，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他不会发现了什么吧？白凯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在发什么疯？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局面，还不都是因为你造成的？什么叫我一手造成的？要不是你5次3番的阻拦我，他早就死透了。我不拦你，咱们早进去了。如果你安分点的话，按照我的计划，我们现在已经夺回温室了。按照你的计划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他重掌温室，还是等他把我们一脚踢出局？他为什么能够回来？还不都是因为你3番5次的打乱我的计划？够了！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必须尽快杀了他，才能重新夺回温室。这么快就开始狗咬狗了？别着急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够了！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等到过2天，我们手上的项目结束了，就再也没有理由参与公司决策，必须尽快杀了他，重新夺回温室。我们必须想办法除掉温离。
一个计划，我们可以说在地下室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，到时候把他骗到地下室。地下室的东西那么多，到时候一不小心砸到他就……他在地下室出不来很正常吧？谁让他是一个瞎子？一切的一切都完美的刚刚好，我还真是对你刮目相看。真是我的好妹妹呢，还真让我刮目相看。姐，我和姐夫在地下室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我都已经开始迫不及待了。老婆，你稍等一下，马上就给你惊喜。姐，你先等一下，惊喜马上就揭晓了。我们进去吧。惊喜马上就揭晓了。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等地下室的门打开，文理进去被砸死，温氏集团就是我们的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就是文家的主人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我终于可以给我爸报仇了。温家的一切都是我们。两个白眼狼，亏我爸之前对你们这么好，居然那么狠心害死我爸。放心，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。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我们快点把文理带进去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想要看他被砸死的样子。老婆，我们进去吧，惊喜就在里面。今天就是他温理的死期，等他死了之后，温家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。怎么办？门怎么打不开了？是谁把门锁住了？别慌，让我看看。精神不会了，不是被锁住。怎么被困住了？想出去没那么容易。姐，能看到我？怎么被困住了？想出去没那么容易。温理，你的眼睛，你什么都看到了。老婆，你能看到了？这不可能，我们明明试探了那么多次，你不可能看到的。你居然一直都在装瞎！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骗我们！那倒没有，2年前我车祸后确实瞎了，不过多亏了你们1个月前设计让我从楼梯上滚下去，我才有机会恢复。也就是说，你从医院醒来之后就一直能看到？当然，所以你这是承认了，那天就是你们把楼梯上的画弄了，然后砸到我的。姐，你误会了。你看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先放我们出去，我可以跟你解释。别装了，苏静，把画弄掉的就是你吧？不是我。否认也没有用，我不会再上当了。你的演技太拙劣了。那确实比不上你。我试探你眼睛那么多次，都被你骗过去了。如果不是那样，我早就没命了。何况，要是不以身入局，怎么能让你们这2条白眼狼心甘情愿地踏进这陷阱？我还以为自己是那个织网的人，没想到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呢。
当然。老婆，救救我！只要能放我出去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好，那就给我讲讲我失明这2年，你们对我、对我爸做的那些恶心事儿、肮脏事，一件件的给我讲清楚。好，我说。那就给我讲讲我失明这2年，你们对我、对我爸做的那些恶心事儿、肮脏事，一件件的给我讲清楚。好，我说。没骨气的东西，真没用！你爸害死了我爸，那老东西，这就该死！所以你承认了是你们害死了我爸？姐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，先救我出去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别信他，他是这场策划的主谋，我是被胁迫的。救我，我把我的证据都给你。现在开始，谁先说出事情的真相，包括如何合谋、如何动手，我就救谁。是他提议制造车祸，还买通了刹车寿险工。你胡说，明明就是你贪图温家的家产，逼我这么做的。贪图财产，白凯，你别忘了，当年你赌博欠下巨额赌债，是我帮你填的窟窿，条件就是帮我除掉温父。温离，我有转账记录，就在我的私人 U 盘里，你放我出去，我马上给你。那笔钱是你借我的，而且车祸当天是你亲自开车跟踪温父，确定他的行车路线，才通知我的。他还故意伪造了刹车故障的假象，嫁祸给修车厂，连警察都查不出破绽。继续说，谁能说出具体的细节，包括动手的时间、地点以及后续的掩盖手段？当天是6月18号，温父要去郊区的工厂视察，我提前3天买通了司机，让司机在刹车油里添加了杂质。车祸发生后，我让白凯帮我处理司机，给了他一大笔钱，让他连夜跑到国外。处理司机的人是他的亲戚，我只是负责在车祸现场附近制造混乱，吸引路人注意，方便他的人劫走司机。而且我知道，他为了威胁司机，还抓了司机的家人，防止司机泄密。还有呢？白凯他还威胁我，要我把温家的股份分给他一半，要不然就曝光我们的计划。你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你就是为了争夺股份，想让我替你保守秘密。分你股份？白凯，你在温氏集团当项目经理时，利用职务支变挪用公款，是我帮你掩盖过去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私下转移公司资产吗？温离，白凯他早就觊觎温家家产，当年主动找我合作，说只要除掉温父，就能架空你，掌控温氏集团。我挪用公款是事实，但那是被你逼的。你用我家人的安全威胁我，让我不得不帮你做事，而且他不仅想加害你爸爸，还想对你下手。上次给你点燃的安神香有致幻的成分，想趁你昏迷转移资产。上次的昏迷事件，我一直怀疑是意外，如今看来，竟是苏静的阴谋。证据呢？我有他购买安神香的转账记录，还有他和店员的聊天记录。救我！我马上就发给你。那是伪造的，是他陷害我。陷害你？苏静，你别忘了你和温父的旧缘。当年你父亲公司破产，就是因为温父拒绝投资，所以才导致你父亲抑郁而终。你接近温家，根本就是为了复仇。是又怎么样？
他让我家破人亡，他就应该受到惩罚。但白凯不一样，他纯粹就是为了钱。他甚至在车祸前就提前联系了媒体，想在温父去世后立刻曝光温氏集团的负面新闻，趁机低价收购股份。我没有，是你联系的媒体，你还泄露了公司的核心技术给竞争对手，想要温氏集团彻底垮台。温里，我还知道你爸爸死前留下了一份秘密遗嘱，就藏在他的书房保险柜里。苏静一直都想得到它。父亲的遗嘱，我确实一直没有找到，没想到苏静早已觊觎。遗嘱的事你还知道什么？我只知道遗嘱藏在书房的保险柜里，但我不知道密码。苏静找到了锁匠，想撬开保险柜，被你爸爸发现了。这也是他加速动手害死你爸爸的原因之一。胡说！找锁匠的人是你，你趁我不在温家偷偷潜入书房，结果被温父撞见，你还威胁温父不准说出去。温离，我有你父亲生前的监控录像的备份，里面清清楚楚地拍到了白凯潜入书房的画面。监控录像是你伪造的，你早就要陷害我，让我成为替罪羊。我还知道，你爸爸当年其实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计划，准备报警，是苏静提前动手，制造了那场车祸。父亲的离世竟然藏着这么多隐情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因为你爸爸想给你留条后路。他发现我们的计划之后，并没有立刻报警，而是先找到我，让我反水，帮他去搜寻苏静的证据，并承诺会给我一笔钱，让我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他根本没有找过你，他找的是我。他跟我说，只要我停止计划，就会把温家的财产转移一部分到我名下，弥补我父亲当年的损失。我当然不会同意，所以才提前动手。而且他还找了一个证人，就是他的老助理张叔。张叔知道我们所有的计划。张叔早就被你收买了，你给了他一大笔钱，让他闭嘴。不过我知道张叔的位置，救我带你去找他，让他替我作证。张叔是父亲最信任的人，或许他真的知道真相。张叔在哪里？你别信他，张叔早就被他灭口了。他怕张叔泄露真相。你才灭口，是你派去的人追杀张叔。我亲眼看见你的人拿着刀去张叔家，幸好张叔提前得到了消息，躲了起来。我知道他的藏身之处，他就藏在城郊的废弃农场里。你撒谎！废弃农场就是一个陷阱。你想把温里骗过去，然后杀人灭口。温里，我有他和杀手的聊天记录，他早就想除掉我们两个人，独吞温家家产。快救我！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救我出去，我带你去找张叔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聊天记录在哪儿？在我的手机里，密码是我的生日0816，你现在就可以去拿，就在我外套的口袋里。别去，他的手机里有病毒，一旦登录，他的信息就会知道你的所有位置，对你不利。我把证据存在了云端，账号就是我的手机号，密码是123456，你现在就可以登录查看，里面有他购买凶器、收买证人的所有证据。他的云端账户是假的，里面全是伪造的证据，销价毁于我。温里，你父亲生前留了一笔秘密资金，用来应对紧急情况，只有我知道密码。救我出去，让我们一起去取这笔钱，还要帮你找到这份遗嘱，你一起去对付苏静。你根本不知道，秘密账户就藏在瑞士银行的账户里，密码是温里名字的缩写加温父的生日。白凯，你连账户号都不知道，还敢胡说？账户我当然知道，是622，我早就查过了。只要你救我出去，我带你去取这笔钱，我分你一半。走，我再也不插手这件事情。真是两个白眼狼，到了这个时候还在为钱争执。你们以为我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？当年你们合谋害死了我爸爸，现在又互相出卖，你们就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温里，我错了，求你再相信我一次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，我可以去自首。我也去自首，只要你愿意救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自首？你们到了警察局会说实话吗？当年你们能精心策划车祸，现在就能编造谎言，互相推诿。
你刚才说有监控录像的备份在哪儿？在我家里的保险柜里。他根本就没有监控录像，他只有一张银行卡，里面是转移的温家资产。你胡说！白凯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警察局有熟人。就算我们过去自首，你也会买通关系减轻刑罚。温林，你不能相信他，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我没有，是你在警察局有熟人。当年车祸发生后，是你找关系让这个案件意外结案。你们说的所有话我都录下来了，这就是你们犯罪的证据。至于救你们，不可能。老婆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当年你父亲逼死我爸，我亲眼看着我爸从天台跳下去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就只剩下了复仇的念头。现在你爸死了，我的仇也报了，我只恨不能连你一块杀了。苏静，你真的很蠢。我爸爸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对你那么的好，怎么可能是杀害你爸爸的凶手？撒谎！你为了帮你父亲洗白，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，我才不会信你。当年的项目纠纷另有隐情，你父亲的死不是我父亲造成的。你现在被困在这里，与其沉溺仇恨，不如听我把话说完。我不会再相信你的鬼话了。你们温家人都虚伪至极，你父亲的死也是罪有应得。当年若不是你父亲步步紧逼，我家又怎会家破人亡？我亲眼看着我爸在书房哭着撕碎和你父亲的合作协议，他临死前手里还紧紧握着那张合作碎片。那是有人故意篡改了协议内容。当我父亲得知后，一直想找你父亲解释，可他已经失踪了。这些年，我父亲一直在暗中调查当年的真相。调查？他是想销毁证据吧？温志远就是个伪君子，他死不足惜。你现在说这些，不过就是想为你父亲洗白。这是当年你父亲和我父亲的合影，他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。朋友又如何？再好的朋友，在利益面前也会反目成仇。这是当年的财务报表，上面显示你父亲公司的财务漏洞在合作开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我父亲的公司并没有侵占他的财产。伪造的文件谁不会做？你以为这样就能骗到我？这是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报告，是具有法律效益的。当年有一家竞争对手公司，为了抢夺项目，故意制造了我们两家之间的矛盾。对手公司就是利用你父亲的老实，一步步设下陷阱。他们不仅骗走了你父亲的技术，还在你面前误导，让你以为我父亲是凶手。就算是这样，温之远也有责任。如果他当年肯施以援手，我爸就不会死。我爸没有袖手旁观，当他得知你父亲的困境后，立刻准备了资金。可等他赶到你家时，已经晚了。他一直因为没能救下你父亲而自责，这些年对你的好，也是想弥补愧疚。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又怎样？我父亲已经死了，温志远也被我杀了，一切都无法挽回了。但真相不该被掩埋。你父亲当年或许被人利用，但是他选择了隐瞒。我查到，你父亲生前给你留了一封信，只是被人拦截了。信？什么信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我也是最近才查到信的线索，信可能在你父亲当年的秘书手里，他现在一直常年定居在国外。我们只要找到他，我们就可以拿到信，知道你父亲的真实想法。就算当年的事情另有隐情，温志远也未必是无辜的。他的公司发展到今天的状态，
他的手上也未必干净。我不否认商场上的尔虞我诈，但我父亲绝对不会做出害人性命的事。他还在得知你父亲去世后，一直心怀愧疚，甚至放弃了那个争议项目。愧疚？他的愧疚值几个钱？能换回我父亲的命吗？我为了报仇，牺牲了这么多，甚至不惜铤而走险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一切都是假的，我接受不了。仇恨只会困住你自己。你杀了我父亲，现在又被困在这里，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当年我父亲的秘书真的能找到吗？我已经联系上他了，他答应回国作证。他说当年是有人威胁他，他才拦截的那封信。苏静，你父亲或许有他的苦衷，但你不能被仇恨蒙蔽双眼。温小姐，我们找到当年陷害温先生和苏先生的人了，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赵天成。他当年为了抢夺项目，篡改数据，挑拨两家的关系。是他，就是他告诉我，当年温致远吞了公司财产，我一直被他当枪使了这么多年。可白凯说，你别听他胡说。苏家，这些都是温离伪造的。当年就是温致远吞并你家资产，害死你父亲。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你愧疚，好保住温家的资产。你还在撒谎！赵天成已经认罪，是你唆使他挑拨两家的关系。白凯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苏家，我怎么可能骗你？我怎么可能会害你？就是温林，他当年故意找人顶罪，就是为了让你放下仇恨，好吞并你家的资产。遗产？我父亲的公司早就破产了，哪里来的什么遗产？反倒是你，这些年一直不断的怂恿我复仇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我都是为了你呀！我不想让你被温家欺负，只想为你讨回公道。讨回公道？还是想借苏静的手杀了我父亲，然后趁机抢夺温氏的控制权？这是你转移公司资产的流水记录，你以为我都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这些都是你伪造的证据。伪造？我父亲对你不薄吧？你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他为你安排了公司高管的职位，你投资失败，欠下巨额债务，他为你还清了欠款，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？恩将仇报？我跟着你这么多年，在你家受尽白眼，你父亲说我吃软饭，说我配不上你。我爸从来没有看不起你，他甚至为你安排了公司的职位，是你自己好高骛远，不肯踏实做事。当年你爸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是个吃软饭的废物，都忘了吧？那是你挪用公司公款炒股，亏了整整1000万，我爸为了保护你才没有报警，只是让你停职反省。难怪你一直催我针对温家，原来你早就心怀不轨。保护我？他是在羞辱我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一定要把温家的一切抢过来，让你们这些瞧不起我的人付出代价。所以你就害死我爸？害死你爸的人不是我，是他自己的固执。还要跟他谈合作，他却要羞辱我，说我不知廉耻，还说让我身败名裂。我要杀了你！白侃，你为了一己私欲伤害了那么多人，现在终于可以赎罪了。我输了，我输得一败涂地。你不是输给了我，你是输给了自己的贪婪和嫉妒。如果当初你能踏实做事，好好生活，也不会落到现在的下场。姐，
对不起。过去的事，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们都需要向前看。爸，我来跟你好好道个别。还记得小时候，你经常说我像个小跟屁虫，每天跟着你去公司，趴在办公桌上写作业。你处理完事情，就来给我讲睡前故事。你总是说，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要有多少财富，而是过得轻松自在。以前我不懂，满脑子都是替你报仇，可真到了这一天，我才真正明白你的意思。爸，我买了张去大理的机票，那里有你一直想去的洱海，漫山遍野的鲜花。我准备在那儿开一家小书店，过上你想让我过的平静生活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，会经常给你寄那里的照片，告诉你我的近况。你在那边也要好好的，不要为我担心。